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18号。昨天比特币价格已经来到我个人预测的第一个目标位 18K， 但是它价格现在是没有站上这一个 18K 哦。这一波吃肉的很多粉丝朋友也是在讲涨得太刺激了，那现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？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你先还是继续给我报，维持昨天的观点。昨天你如果有听我的建议继续报的话，这一根利润现在应该又吃到了。但是这个位置现在是没站上去，很多朋友也是在担心要不要平啊，会不会像上一次的这个压力会不会是压力又回下去？等下来跟大家讲，4个小时跟日线它指标并没有出现败相啊，有可能还会有高点，以至于我个人的第二个目标位到底会在哪个位置？等下也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以及这一波上涨，其实昨天也跟大家讲了，1月6号的时候，我希望朋友们去做追加。那昨天是跟朋友们讲，金鱼是在这个位置有做大动作，有2只大金鱼，应该是买了超过2万枚哦。你看昨天的那个视频，所以这一个利润又抱住的朋友也是恭喜哦。包括这段时间我也是想帮很多踏空的朋友看能不能赚到钱，但是比特币根本就不给回调的机会。你如果有看前面的视频的话，昨天狗狗币是有回撤哦，就我前面10号的时候给的一个买点 0.073， 包括这一个柴犬，昨天也是跟大家讲。你看一下它有没有回撤，当然不是每次都对啊。昨天是把我给的一个支撑位给破掉，那你不然就现货为主啊。那我的观点等下来跟大家讲啊，包括以太坊现在也是创了新高，那它上涨的目标到底会到哪个位置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的邀请链接注册 ，BROK 返用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，它现在是已经站上去了。这位朋友也是在问短线要不要平掉，因为每天好像都有人问要不要平仓掉。我们先看这个矩形突破的时候，应该要最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到这个矩形，现在感觉是把这个矩形都给过了。那还有没有更高的一个目标位？第二个目标位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观察吧，就以这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如果这个位置画一个区间，因为整个中线我也是一直在判断，这整个里面可能会出一个矩形啊。其实现在都还是在矩形里面，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突破。所以当时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，这是一根多底，也是希望朋友们压回来，你要在这种位置去买。买到现在，我个人是选择一直在抱。至于要抱到未来的哪一个目标位，长线的一些多单，我可能要抱到最少10万。或者未来有没有可能去看100万，这是以后的事情啊。当然整个中线现在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它如果这个矩形突破的话，有可能会不会翻一个矩形，我们就这样子拉上去嘛。反正短期就观察吧，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突破矩形。如果突破的话，下一次的目标是在20700点附近，也就是当时 FTX 交易所爆发危机，这边本来趋势走得好好的时候，这边不是有一个跌破，后面是有跟大家讲，你如果真的是短线的朋友，这个位置破的话，你可以赶快给它出场掉。当然这一波有一些长线的仓位是又套的话，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仓位是也是套在19000到2万附近啊。那现在这个位置还有没有高点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并没有看到败相。昨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这一个 KD 指标，包括今天早上在 Discord 社群上面也是在通知大家。这一波上涨尽量留意昨天视频我提到的，什么时候日线 KD 值破80有可能才会整理啊？就是这一个黄线跟白线的这个 KD 值，事隔半年它才来到80上方，日线里面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轧空的行情啊，所以把这一波很多空方的朋友就很多人错失了这一波。包括这一根出来的时候，我也是跟大家讲，并没有看到失败的迹象。那现在有看到吗？没有哦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指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形态有出现失败的迹象，你可以看一下根本就没有背离啊。那我们再画一下这个 KD 啊，事隔半年时间它是来到80上方。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有没有可能就类似去年7月份的一波行情，就这个位置，以太坊是在这个位置非常的强势，后面是一直涨，然后也有可能就类似这个位置，它会一直涨，因为它根本就不会破80啊。我们就要留意一下，它什么时候破80的时候，你去找压回的位置，指标或者要金叉的位置有买点，或者是类似这种位置，它破80
破80那压回来就是给你下一次、第二次上车的机会啊，就类似这个位置，当时有跟大家命中过。那还有一点，4个小时有没有看到？并没有看到指标有背离的迹象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这波上涨是非常的漂亮，很健康的一个结构，而且整个趋势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至于波段的支撑位，昨天也是一直在观察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过。就4个小时里面前面的这一个高位18000下来，这边有一个 N 型的转折区，现在已经过了。过的话，那我的观点是，你可以把波段的支撑从我前面跟大家讲的16900美金修正到这一个17500美金。那至于更中线的一个上涨的行情，如果真的过了18000，我个人是不看这几个目标位，估计都会过了。前几天不是有跟大家讲了，整个中线它其实都是在整理的结构，就这整个区间。如果是真的能过的这个区间，我不一定会看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我也不看，要去看28000。整个中线到时候看要不要做一部分平仓啊，因为很明显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还是一样，黄金比例如果从这个高位画到15000的低点 0.382 从来都没有摸过，那更大长线呢有没有可能去3万，也是不排除啊。如果从 69K 拉到15000的低点，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反弹 0.382 36000也是不排除。至于其他的币种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啊，因为这几天也是在讲狗狗币确实是横了也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，一直在判断可能这个矩形的这根 K 线的高位是有一点压力啊，你在这个位置不要追，就这2天啊压回的时候去买。但是估计这个矩形可能是会突破，因为比特币是非常的强势，现在又拉了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昨天我个人是又买了一点啊。如果有做对的朋友，你尽量看一下它这一波突破，至于下一次的压力，其实我可能就不看了，选择抱长线啊。那另外以太坊我们也聊一下，现在整个日线已经过了这个矩形，那当时在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，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国外的一些技术派是在讲，这个低点跟这一个10月份的低点连的一条趋势线被跌破，国外的一个技术分析师他是讲这个位置要破，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觉得要再回到这个低点。那我当时是跟大家讲，你不要去管这些意见，不一定会下去啊，因为前面的这个矩形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，它当时这边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个位置遇到这一根 K 线，这一个低点的一个抵抗。再上去不一定会再下去，那当时是跟大家讲这个支撑位，也就是这一个 K 线的支撑位。现在上来的话，短期是又来到这个位置，我估计有一些可能技术派又在讲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压力。我的观点是不同啊，因为它整个中线在这边已经横了一个矩线，有没有可能突破会上翻一个矩线？如果是中线的朋友，我们再观察它整理一段时间，能不能挑战这一个趋势，然后真正的压力位就是这个矩形突破，能不能翻到这个位置，大约是在1650美金附近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